大家好，我是量化西红柿。今天我们继续之前的内容讲这个币安的合约交易的止盈止损。那么在这之前呢，首先是感谢那些付费支持我的朋友你们在代码的调试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随时在电报群里面联系我。另外就是我想对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回复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有疑问就是说这个付费和不付费有什么区别是吧？那么我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付费的话，你可以得到完整的这种可实盘运行的程序代码，只要填写你的 API 信息就可以了。我会给你提供全部的代码和这个说明文档，然后云服务器部署的命令脚本也会包含在这个文档当中。如果是没有付费的话，那不好意思，我不提供这个源代码的。由你自己去根据我公开的这些视频的内容自己去琢磨和提炼。另外，就像我上期视频里讲过的就是公开视频里面的这些内容，主要还是帮助大家来搭建这个交易系统的框架。但是如果说你直接这样把这些代码直接这样复制过去，直接又用于实盘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地方还是不是很完善的，需要去调整和优化的。我是因为了演示方便嘛，是吧？有些逻辑我就写的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代码里面是吧，这个最上面的这些，比如说什么标的杠杆倍数操作方向等等，我们都是写死在这个代码里面的，是吧？但实际上的话，这个你肯定是不能这么写的，但是因为我是为了演示方便嘛，所以我就简单的这么弄了所以说如果说你动手能力强的话那你有一些逻辑的话还需要你自己去琢磨，然后需要你自己去提炼和扩展如果说你不想自己花那个时间的话，那你就直接付费我就会直接给你整套的源代码。然后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想知道就是使用了什么策略是吧，能不能赚到钱，这里我也统一的做一个回复首先就是说程序化交易它只是一个工具，所以说我也讲过就是我不承诺收益率的，我没法跟你说你付费了就一定能赚到钱是吧，这个是谁也不能给你保障的。策略方面的话，程序它我是内置了4个技术指标，默认使用了其中的2个来进行这个组合使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整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是吧，这个操作风格风险承受能力资金体量等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没办法提供一个这种万能的策略是吧，毕竟这个众口难调那么简单一点说呢，就是说如果你追求的是这种长期稳定的收益那你就将你的这个操作周期拉长，比如说你放到这个周线或者是月线级别，最低也应该是日线级别的然后指标方面其实就是说你不用设计的多么复杂，就用那些常用的技术指标就行了，然后参数的话也不用调得太敏感如果说你是追求这种短期的高波动收益是吧，那你就是将你的操作周期定在相对较小的周期上面，比如说1小时或以下。但是呢这里我也想跟大家提示一点，就是说你周期越短对这个指标的设计要求就越高。因为在大话投资那一课我也说过就是说技术指标它还是一种偏右侧的交易方式它天然的话就具有一定的这种滞后性所以说你周期越小它就越容易失效你需要不断的去研究各种技术指标，不断的去调整它的参数，找到这种一种或者几种来适合你操作风格的这种指标，然后你可以单个使用或者说多个组合使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信号敏感度应该要往高了调来适配你的这种操作的周期。做短线的高波动收益这一块就是比较复杂我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我这里就以这个追求这种长期稳定收益的这一类朋友来举例就是说我们将这个周期拉长来看，其实说
你只要把周期拉长是吧？比如说像我这个图形上面，我们现在看到它是月线上面是不是？就是说即使是这种我们平常比较觉得使用起来比较鸡肋的这种 MACD 指标是不是？大家我们看这个月线是吧？如果说你遵循这种多头买入或者说做多，然后空头卖出或者是做空来看的话，其实你把这个周期拉长的话，它这个一样也有不错的收益，是不是？而且这还只是这个参数，这个 MACD 我都使用的是这个默认的参数啊。如果说你去修改一下的话，它其实可以这个就是精度更高，会更精确一点，就是这个指标的信号会更精确一点。另外比如说我们再去配合这个周期切换还有动态止盈等等的这些操作策略来讲的话，它的收益就更高了啊。如果说你愿意花点时间是吧，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MACD 这个指标上面，我们再引入1到2个指标，然后你去捕捉这种多个指标的信号的共振啊，其实它能够更好的对这个信号进行平滑，那样的话其实收益也会更高。当然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就是说啊，这个月线周期太长了是吧，没有那个耐心，所以说那其实也没关系啊，就是说只要你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是吧，那你就去小周期上面折腾，这个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你去操作30分钟、15分钟，甚至更低的是吧？那个时候只要有那个时间你也可以，但关键就是说你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些啊，这个时候对你的指标设计的要求就更高了。长周期这种策略是吧？其实我刚才说了，就是说大家你看这么简单的 MACD 策略，你去遵循它操作也是一样可以赚到钱的。而且这个我们这个交易是吧，它反正也是程序化交易的，你就搞一台 VPS 服务器是吧，然后把代码往上一部署，放在那让它自己跑就是了，跑个1-2年你都不用管了是吧，就根本就不会花费你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的啊。所以说我自己其实也是有很多个策略的，其中我就包括这种长周期的策略。这种策略的话它就很少操作啊，但是这里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这种长周期策略呢，你的杠杆倍数就不能太高了，你防止这个短期来一个波动，然后它就直接爆仓了啊，像这种情况是吧？所以说你的第一个是你的杠杆不能太高，第二个你要有这个减仓机制，就是说该减仓的时候你要先减一部分出来，然后再配合这个自动追加保证金的这种策略，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哪一点？能够做到就是你能够忽视掉这种短期的波动，然后长期趋势的这种长周期的这种趋势它没有转向之前呢，你就可以一直保持住你的仓位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做好这些设置之后呢，基本上这种长周期的策略啊，它就属于一劳永逸的那一种了，你基本上就后面都不用怎么去管的啊，你就让它跑就是了。该做多的时候他就去做多，该做空的时候他就做空。可能你回过头来看啊，可能比如说你跑了1-2年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说不定你那些折腾那些短周期的这种策略的收益还跑不赢这种长周期策略的啊。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股市里面听到的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吧，就是有的人一天到晚辛辛苦苦的，最后操作来操作去，最后连指数都没跑赢，其实就是类似的这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说其实技术指标的设计其实我个人感觉其实也并不是很复杂的啊，关键就是说你如何去定位你自己的操作风格。然后技术指标和这个操作策略啊，这些内容呢，我在讲完币安的交易模块之后呢，后面会逐步展开来讲，后面我们讲到了再来深入的聊啊，今天我就不过多的讨论了，下面我们就正式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讲这个币安的合约交易的止盈止损。那么上一次我们是讲到这个把单子下完了是吧，然后去查询的这个订单是否成交，这些我们都做完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个币安啊，它不像这个 OKX 是吧，这个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这个 OKX 你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OKX 的 OKX 是我们在下单的时候，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止盈止损单给
把止盈止损单给带进去了，是吧？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我在下单子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带进去了。但是这个币安的话它好像是不支持的啊，它不支持。所以说我们就是在下完这个单子之后然后我们去这个单子如果成交了，然后我们再来单独的下这个止盈止损单。那么这个怎么来做呢？我们就先在这个上面来新建一个方法。DF 定义一个方法，比如说叫做我们就叫 stop money 吧，把这个异常捕获加进去啊。然后这里面怎么来写呢啊？这里面我们需要几个参数啊，我看一下。其实可以借鉴这边的啊。我简单一点的操作吧，我直接把这个现在当前的价格给传过去啊。注释写好。下止盈止损单，然后直接调用这个 stop money， 然后我们要第一个我们是传，直接把这个当前的最新价格传过去啊，然后还要传我们先写这个函数吧。这个无非就是根据价格来计算这个止盈止损的价格，是吧？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方向的啊，就是说如果这个方向是这个做多啊，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吧。直接复制过来吧，那解释一下就行了。然后这个就是价格，这个也传过来。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上一次讲的那个啊，就是价格小数点位啊，我们上一次好像是没取的价格小数点位，把这个替换掉啊，然后要获取这个值，就是把这一段复制过来。这个我上次讲了是吧？我还特意讲了一下，就是说，踩坑了是吧？掉坑里去了。然后我说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是吧？这里我就不重复了啊。把这个价格小数点位给它传过去啊。然后再把这个方向给它传过去。
方向我们在上面定义的啊，我们是在这里定义的，所以说不传了啊。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参数它就是当前的价格是吧？就是我们下单的时候的这个价格。当然其实这里可以更细致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下完单了是吧？你可以去提取这个下单的时候的它那个成交的价格，然后以那个价格为基准来计算你的止盈止损单。那么我这里的话就简单一点写了啊，我就直接取这个价格算了啊，就是取下单的时候我们提取到的这个最新价格，我以这个最新价格来计算这个止盈止损单。因为这个止盈止损单我以前在讲 OKS 的时候也讲过是吧？就是说你不用那么精确啊，比如说我要止盈这个涨了 10% 我就去止盈，然后就一定要 10% 的那个数字啊，这个 9.9 和 9.8 其实也没多大关系是吧？就是说不用那么精确的，所以说这个数值的话你要精确一点的话，你就去取这个下完单之后它返回的那个你这个单子实际的成交价格以那个来计算。那么简单一点的话，你就直接取这个最新价格就行了，这个差别不大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就取这个最新价格，也就是说最新价格我们拿这个最新价格乘以 1.1， 也就相当于在我们接近我们下单的那个价格它上涨 10% 的时候，我们就去做多止盈是吧？那么止损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说比如说下跌 10% 的时候就去止损，就这样的意思啊。然后这个方向我之前说过是吧？币安的时候，它币安的里面它这个方向操作方向啊，它这个传进去的参数它是要大写的。然后你在下止盈止损单的时候，它这个方向是相反的嘛，是吧？所以说如果是买入，那么这个方向就是 sell， 而且是大写的 sell 啊。然后我们再来写啊，就是反过来是吧？反过来就是这么的啊。else 就是做空嘛，那么不是 buy 那就是做空，是不是？做空的话一样的，做空的话那么做空止盈，那就是下跌 10% 我们去止盈，那么上涨 10% 我们去止损。这个数值是吧？这个数值其实你要根据自己的操作的策略去定啊。比如说假如说你开的20倍是吧，那其实这个就没多大用了是吧？你开20倍的话，比如说上涨，比如说像这个止损，你开20倍的话，它比如说做多啊，它下跌 5% 就爆仓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你下跌设的这个止损你下的这里写的是 10%， 其实就没用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这个是举例子啊，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杠杆倍数，然后去设一个合理的这个止盈止损的这个百分比啊。我这里就统一演示嘛，我这里统一就设为 10%。这样的话就把这个算好了啊，算好了之后，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实际上就是触发价格嘛，是吧？这是触发价格，然后我们要用这个，就我刚才讲的，它是价格小数点位嘛，就是你下单子的时候，这个小数点后是几位啊？你比如说它这个是1位是吧？你如果下层的小数点后2位，它会报错的，所以说我们就又用了这么一个函数是吧？用了这么一个函数去取这个几位小数，然后不四舍五入啊。这个我之前讲过了是吧？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是吧？之前讲过了啊，我这里不重复了。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下单的这个价格啊。然后呢，它怎么来开始下单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调用这么一个函数啊，就直接这个叫做 new order， 直接通过这个来这个下这个止盈止损单啊。也就是说，它实际上跟那个普通的下单方式是一样的啊。这个 symbol 就等于那个 symbol 啊。然后它这个方向是吧，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这里设的这个方向啊，方向等于方向，然后 type 就是这个止盈的这个方式是吧？我们直接止盈止损的方式直接以市价单啊，用这种方式，然后它这个止盈的价格。TOPP 这个啊，这个就等于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触发价嘛。然后我们还要写一个这样的东西啊，它有个叫 close， 出不来呀，就是这个东西啊，要把它设置成 true。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说，触发之后价格触发之后，然后就全部平仓了，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止盈的单子、止盈止损的单子给下下来了啊。然后我们，休眠1秒钟啊。再下，刚才是下这个下这个止损嘛，现在我们再下这个止盈啊，那就把这一部分给复制过来就行了。然后这个呢就设置成这个啊，止盈市价单，这个是止损市价单啊，这个是止盈市价单，就这两个就这点不一样啊。这里这个要写成这个啊，那么再来梳理一下这个逻辑啊。首先就是把这个当前的价格传进来，当前价格乘以 1.1 去触发这个止盈，下跌 10% 触发这个止损，那做空就反过来是吧？然后下单的时候，也就是说达到这个触发价之后，然后就采用市价平仓的方式，并且把它全部平掉，就这个意思啊。然后我们可以为了调试的时候边缘观察，我们直接来输出一个啊。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止盈止损单给下了啊。我们现在来运行看一下啊。先建仓，只要运行建仓就行了，它就会一直到这里来执行，然后最后输出来这个啊。来看一下啊，现在是没有订单的啊，空仓的。直接运行一下，创建一个订单，开一个仓位。
，BTC 5倍，做多方向啊。订单已成交，下止盈止损单也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它有订单了是吧啊？然后看止盈止损单啊。这是原来的啊，原来的它还在这里啊，这个把它删掉。这是9月2号的嘛，我们今天是10月4号啊，也就是说刚下的是这2个单子啊，这个是原来的，撤销掉。也就是大于67000的时候啊，大于67000的时候就会平仓。然后小于55000的时候也会平仓啊，那么这个就是止盈是吧？这个是止损对吧？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止盈止损单下好啊。其实这个是相对于比较简单一点的啊。另外就讲一下，就是这个必然它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仓的时候，这个单子，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它把这个仓位平了啊，我们平仓。它是不是改过来的？那行，那下次碰到了再说吧。其实我刚才想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个时候啊，比如说我不记得是被强平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啊，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吧，比如说这里明明是空仓的，但是它这个止盈止损单还在啊，所以说其实实际上是什么呢？你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你在这个下止盈止损单的时候啊，你要先把原来的单子给撤掉，这个才是最保险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止盈止损单必然它有限制的，我不记得限制是多少个了，是20个还是多少个啊？就是说你如果不断的下止盈止损单的话，超过一定限制之后呢，你的止盈止损单就下不去了。而且就是说它好像是我不记得是什么情况下，就是说你这个单子实际上已经平掉了，但是它的止盈止损单它还挂在那，还是挂在那里的。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其实我们应该要再加一步啊，就是把那个止盈止损单给它撤掉。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就在讲平仓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吧。就是平仓之后啊，你不管它这里还有没有啊，我们都去执行一次，把它那个止盈止损单给它去掉啊。那行吧，那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个止盈止损，下一次我们讲那个减仓和平仓的。那么今天先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看啊。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到那个电报群里面啊，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好，那今天先这样，感谢大家的收看。